地中海今天一整天都是海上航行，那就一整天在船上吃吃喝喝玩玩。我们這個船是7晚6天的行程，有4天是靠港，2天是在海上航行。這個就是拉丁舞的一種莎莎舞，雞尾酒的調酒表演。這裡是船上的成人休息區，算是收費區域。位於船頭的位置非常的安靜，躺在這裡可以非常愜意的休息。現在要舉辦的是船長歡迎儀式和香檳派對。Very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t's a great pleasure for me to be here with you tonight. On behalf of Princess Cruises and the entire ship's company, I would like to formally welcome you on board the Enchanted Princess. Thank you for choosing Princess Cruises for your vacation, and thank you for choosing Enchanted for your weekly cruise in the Mediterranean. 船上游客人数来源国排名：第5名愛爾蘭，第4名澳大利亞，第3名加拿大，第2名英國，第1名美国。加拿大具體數字沒聽清楚，應該400多人，英國489個排第2，美國最多2030個，也就是超過1半的人是來自美國。接下來就是倒香檳的儀式，到場的每個人都有免費的香檳喝。The Enchanted Princess and our captain Rafael Di Martino. Thank you. Have a great evening. We'll see you around. 晚餐過後，每晚的劇場都有不同的表演。第2天，我們的船來到了我們要停靠的第2個港口——希臘的聖托里尼島。這個是我們這次最期待的一個旅行目的地。如果沒有這個港口的停靠，可能我們整個郵輪的行程就不會了。這個島沒有停靠大型郵輪的港口設施，所以需要小型的接駁船來接駁旅客上岸。因此，離船上岸，大家就需要在船上等待比較長的時間來安排這個接駁船。最好早一點下來領取排隊的號碼。我們差不多等了1個多小時才登上這個接駁船。如果專程來一次，聖托里尼島遊玩是比較麻煩的，需要在希臘本土坐渡輪過來，或者從別的地方坐飛機過來。島上的資源比較緊張，所以花銷也是比較大的。坐遊輪過來，你可以避免了島上貴的住宿和飲食方面的開銷。島上的引入資源比較有限，除了一些景點的打卡拍照，也沒有太多可以遊玩的項目。我們即將到達聖托里尼島的老港，它的山上就是聖托里尼的中心城鎮費拉。而去到費拉，我們有幾種辦法，一個是爬500多級台階，或者是騎驢，還有一種是可以乘坐現在已經造好的這個纜車。纜車的票價是每個人10歐元，要花一些時間排隊。我們差不多排了半個多小時。終於登上了纜車。聖托里尼島上其實也就是2個鎮比較有名，可以讓遊客打卡拍照。一個是位於島中心的這個費拉鎮，還有一個就是位於島西北端的伊亞鎮。島上還有一個地方叫黑沙灘，也是遊客比較多的一個地方，但實際那個裡面是沒有沙子的，都是黑色的鵝卵石，所以我們這次就不去了。今天主要遊玩就是費拉鎮和伊亞鎮。我們第一站先去伊亞鎮，從纜車的碼頭出來，大約走10分鐘，我們就來到費拉的公交總站。島上的公共汽車路線都是以費拉鎮為起始站，然後到達各個城鎮。從費拉到伊亞大概20分鐘的路程，
2塊多歐元的車票，可以刷信用卡。從菲拉到伊亞還有一條徒步道，大約長10公里。如果住在島上，不妨可以沿着這條步道走一走，據說風景非常的優美。聖托里尼是一個火山島，它的周圍也有大大小小的一些其他島嶼，而這個島的本身是最大的，所以它的上面有住着最多的人口。島上的房子基本上都是依懸崖而建，而顏色多半漆成白色。原本当地的房子都是由当地的火山石堆砌而成，顏色多為黑色。但當地天氣比較炎熱，黑色的比較容易吸熱，所以他們改用白色的來反射這些陽光，從而降低室內的溫度。現在我們已經來到了伊亞小鎮，小鎮並不大，我們只要跟着人流走，就可以来到它的一些著名景點。這個島其實已經非常的商業化，兩邊都是賣旅遊產品的一些商店和餐廳，而販賣的東西都是大同小異，所以对我們來說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吸引力。現在我們來到伊亞鎮的廣場，廣場上有這個島上最大的教堂伊亞教堂，這個教堂的屋頂也是藍色的。關於為什麼這個島上的房子門窗和教堂的屋頂大部分都是藍色的，其實它的真正原因是因為当地大部分都是漁民，漁船需要油漆，而刷漁船的油漆大部分都是藍色，因為藍色是最便宜的，而刷船剩下的油漆他們就用來刷自家的门和窗戶，甚至于教堂的屋頂。久而久之，這就成了一種習慣，也造就了今天這樣的一個風景。另外有些傳說是各種顏色的門代表了不同的職業，例如綠色的代表農夫，紅色的代表商人，藍色的代表漁民，但這個其實是沒有根據的。這個地方就是拍伊亞鎮最著名的藍色屋頂教堂的地點，需要排隊。還有一種說法是，藍色和白色是為了呼應希臘國旗的顏色，這個其實也是沒有事實依據的。不過，的確曾經在60年代希臘軍政府獨裁的時期，他們的確要求希臘所有島上的顏色必須漆成藍色和白色，所以也造成今天聖托里尼島上大部分的建築都是藍色和白色的一個原因之一。而在30年代，希臘曾經爆發過霍亂，當時的政府為了控制疫情，強制當地的居民用生石灰，也就是白色的石灰来粉刷墙壁，從而達到殺菌和消毒的作用。後來隨着旅遊業的興起，當地的居民發現這個獨特的白色和藍色的配色非常吸引大家，所以這個傳統便予以保留。其實這個島上還是有不同顏色的房子存在的，據說現在由於遊客過多，有的地方已經開始把藍色圓頂的教堂故意漆成白色，以避免過多的游客到訪。島上的很多房子都是沒有汽車可以到達的，如果是居住在這裡的民宿會比較辛苦，所有的行李必須自己扛着，要走很長的一段路才能到達。這裡是伊亞城堡，是欣賞整個伊亞鎮和愛琴海的絕佳地點，也是觀看日落的一個重要場所。這個城堡建於15世紀，威尼斯統治時期，用於防範海盜，在1956年的大地震中部分損毀。我們就好好欣賞一下這裡的風景吧。離開伊亞鎮，我們坐公共汽車返回了菲拉鎮。菲拉是聖托里尼的首府，這裡擁有全島最大的教堂和最大的旅館。這個是島上最大的東正教大都會教堂。
穿過熱鬧的菲拉鎮步行街，我們去尋找菲拉鎮另一個比較出名的景點。這裡就是從菲拉到伊阿的著名的徒步步道的一部分。這裡就是這個著名的打卡景點，有3個鐘的藍色圓頂教堂，正式名稱叫天主教聖母安息教堂。這裡是一個藝術品商店。今天有2個郵輪到訪，那個比較大的就是我們坐的郵輪奇緣公主號。在缆車站的邊上有一條下山的路，我們可以從那裡一直走到我們的遊船碼頭。因為下山比較省力一些，所以我們就不打算乘坐缆车下去，徒步走下去。下山的路不止缆車站邊上這一個，在正中心靠近教堂的地方也有一個入口，最後會匯總到同一個步道上來。據說從山上到山下總共是500幾台階，感覺應該也不是太長。但這個地方面朝西面，所以走下來的時候迎着陽光，感覺還是蠻曬的。No, thank you. 這條路也是驢子走的路，但是下山的話，看上去很多人都選擇步行，沒有騎驢，所以驢子都在路邊等着。驢子看上去非常的溫順，也很有耐心。我從驢頭走下去一點也不害怕，但是從驢尾擠着走出去，我就是有點擔心，怕它會踢我。不過沒有任何事情發生。都說這條路不好走，路上都髒髒的，有很多的驢糞，但實際上我看上去還是蠻乾淨的。估計驢糞有人不停地在清理，但是這條路是相當的滑。尤其是這些光滑的石頭表面，我估計是驢子走多了，所以变得非常光滑。一路走下來，就親眼看到2個人在我邊上摔倒，所以一定要慢慢的走，穩穩的走，千萬不要走得太快。沿途還有一些供行人休息的涼棚。其實很快，我覺得大概只有20多分鐘，我們就從上面走到了下面。回到船上去洗漱一番，然後再回到甲板來欣賞聖托里尼的日落。我們差不多是黄昏时分開船離港。雖然沒有辦法在島上看日落，但是我們也可以在船上看日落下的聖托里尼島，也是不一樣的風景。庫薩達斯是土耳其在愛琴海邊上的一座港口城市，這也是我們遊船停靠的第3個港口。從地理位置上來講，我們現在已經是在亞洲了。與我們到達的其他歐洲城市不同，土耳其的商家更熱衷於在商店的門口兜售生意。這裡販賣的商品要比希臘的商店豐富得多，而且這裡的物價也比我們到訪過的歐洲其他城市便宜不少，種類非常的豐富，非常有趣的一個地方。如果要購物的話，這是個不錯的選擇。這個港口最出名的岸上旅遊項目就是以弗所羅馬古城。由於我們幾年前來土耳其已經去過以弗所，所以這次我們就不打算去了，就在這個小城輕鬆的玩一下吧。
現在去的這個地方是這個小城最著名的一個旅游景點——鴿子島。鴿子島上有一個城堡，以前是一個軍事要塞。這個旅游景點之前是免費的，但現在開始收費，門票是10歐元，只是針對外国游客。我們從遊船的碼頭步行10分鐘就到了，離碼頭非常的近。這個島上遊客不多，非常的安靜。我們沿着島的外圍走一圈，可以欣賞到非常美麗的愛琴海風光。這個島上的建築最初是在13世紀的時候由水手們建立的，是用來保護和擴展地中海和黑海的海上貿易網絡。所以現在的堡壘裡面建了一座博物館，展示了當時從事貿易活动的一些文物。博物馆其實非常的小，但是裡面很涼快，待在裡面人也不是很多，非常舒服，你就慢慢的看。因为這个島上聚集了不少鴿子，所以這個島就起名為鴿子島。離開鴿子島，我們前往市中心的大巴扎。和其他土耳其城市一樣，這個大巴扎販賣的東西什麼都有。當然最出名的就是那些假名牌。土耳其的貨幣貶值得很厲害。4年前我來的時候，一杯土耳其茶賣5個里拉，現在是20個里拉。當時我買了一張土耳其全國的博物館通票，是600里拉，現在這個價錢漲到了8400里拉。這座位於居民區不起眼的清真寺裡面非常的漂亮，我們在外面逛了半天找不到入口，結果當地的人非常友好，特地把我們帶進去，並說你們可以在這裡隨便的拍照。難得來一次，我們就吃一下當地的美食，也是在當地會說英語的人的熱心幫助下完成了點餐。我們身上都沒有土耳其里拉，但是如果你用信用卡或者歐元結賬，應該都是沒有問題的。在這裡我們買了一些土耳其的甜食和一些裝飾品，我感覺還是非常有當地的特色，是我們所有港口裡面買東西最多的一個地方。由於土耳其並不是歐洲的申根國家，所以我們下船的時候，船上發給了我們一張類似於通行證的一張紙。如果你需要在免稅店購物的話，就必須出示這一張紙。免稅店的物價也比歐洲其他港口的免稅店便宜很多。免稅店是位於停靠郵輪的港口之內，如果需要免稅店購物，千萬不要錯過這個地方，這是所有港口當中價格最低的一個地方。這是我第一次知道，原來船的汽笛還可以這樣的演奏音樂，真是太有趣了。離開了我們停靠的第3個港口庫薩達斯，前往下一站。次日中午，我們抵達了我們這次遊輪的第4個港口——希臘的卡塔科洛。這是一個非常小的港口。我們這次岸上的活動是去希臘的古奧林匹克遺址。在港口的不遠處就有公共汽車站，可以乘坐公共汽車前往奧林匹亞。票價來回8歐元一個人，每1小時一班車。除了公共汽車，你也可以搭乘當地的旅遊巴士，每個人收費是15美元。它可以在奧林匹亞停留2個半小時，然後同車接你回去。從公共汽車站下來，走到奧林匹克遺址大概要走15分鐘。門票是20歐元一個人，可以參觀遺址本身和另外2個博物館。古奧林匹克遺址是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發源地，也是古希臘祭拜宙斯的宗教中心。排隊購票，進入遺址園區，
你可以去官網下載它的 App， 上面有每个景點的介紹，有中文。這裡是大體育館，是古代運動員在此練習標槍、鐵筆和跑步等需要大空間的田徑項目。這是市政廳，也是古代奧運會組委會的總部所在地。這是菲利普圓形廳，用於展示馬其頓王室的黄金雕像。現在這個地方是大名鼎鼎的赫拉神廟，它是每屆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聖火火種的採集地點。這個地方叫母神之廟，是一座供奉母神瑞亞，也就是宙斯之母的神廟。我們現在來到古奧林匹克體育場。體育場有一條長約210米、寬32米的跑道，四周擁有大片泥土坡形看台。這裡是古代奧運會各項田徑賽事的原始場地。這裡是回音柱廊，據說在這裡說話可以產生7次以上的回音。這個地方是議事廳舊址，古奧林匹克的行政總部。宙斯神廟曾經供奉着由黃金象牙雕成的宙斯巨像，也是古代7大奇蹟之一。這裡是古代奧運村的遺址。斐迪亞斯工作坊，偉大的雕塑家斐迪亞斯曾經在這裡創作宙斯神像的個人工作室。角力學校，古希臘運動員在此進行摔跤、拳擊和跳遠等項目的訓練。這是古奧林匹克歷史博物館，它和另一個博物館——奧林匹克考古博物館和遺址呈三角形布局。因為來的時候公共汽車說是4點半的末班車，所以時間比較趕，所以我們就只參觀了這個博物館。這是一座專門展示古代奧運會發展歷程的重要場館。館的本身並不大，主要包括古希臘的雕塑、陶器和一些競賽文物。和綜合性的考古博物館不同，這裡聚焦於古代奧運會的起源、項目演變及宗教和社會意義。我們回到了奧林匹克鎮上，坐公共汽車回到了港口。卡塔科洛其實非常小，離我們開船還有一段時間，我們就在海邊的酒吧稍微坐一下。奇緣公主號郵輪懸掛的是百慕大的旗幟。最後一天是海上航行日，我們白天的時候路過了西西里島，穿過西西里海峽，一路開回羅馬。和我們來的時候其實是同一條航線，只不過當時來的時候經過這個地方是半夜。這裡是西西里島的最高峰艾特納火山。西西里島近在咫尺，整個郵輪行程即將進入尾聲。現在對這艘船簡單的點評一下。船齡比較年輕，所以船上的設施感覺都還不錯。雖然遊玩的設施比較少，但是對成年人來講，這是一個不錯的遊船。船員的服務態度都很好，但是船上的餐飲就非常的一般。雖然品種很多，味道卻是很普通，尤其很少有亞洲菜的選擇，可能和它的主廚是南亞裔女性有關。很抱歉，忘了拍我們幾乎天天去最大的自助餐廳。在船上，無論早餐、中餐、晚餐，都可以去免費的正餐廳吃，而正餐廳的烹飪水準明顯的要比自助餐廳高很多。唯一不太好的就是正餐廳比較有拘束感，不像自助餐廳那麼隨意。這是我們最後一晚在船上看夕陽。
第二天一早，我們的船回到了我們的出發地西維塔維基亞港口。差一點忘了拍了一下我們住了7個晚上的房間。衛生間不大，尤其是淋浴，我感覺有點小。不過衣帽間確實很大，除了放行李箱，還可以掛很多的衣服。臥室的面積也不是很大，而且沒有沙發。陽台也是小小的一個，不過對於2個人來說也可以了。我們的船票價格是大概1500加元1個人，折合人民幣大概7500塊，外加每個人每天18元的小費。這樣的價格和這個行程，我覺得這次遊輪的性價比還是不錯的。整體的評分可以達到60分，夠及格，但談不上有多好。從個人以前乘坐的經歷來說，維京遊輪是涵蓋的服務最多的，包括接機和岸上的行程，當然價格也是最貴的。而皇家加勒比的遊輪主打的是一个船上的娛樂設施，其他的東西就和這個遊輪差不多。而個人印象比較好的是名人遊輪，它在餐飲方面的確給人留下非常不錯的印象。回到火車站，我們要乘坐火車回羅馬。接下去可以看一看我們羅馬的一天遊，